俄罗斯西方集团军19号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2次挫败了乌军进行作战侦察，并将其预备役部队调至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企图。同时，俄军仍在对巴赫穆特的乌军进行打击。此外，波兰和斯洛伐克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这些诞生于苏联时代的战机对冲突局势有何影响？来看报道。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直升机前往顿涅茨克第2大城市马里乌波尔访问。塔斯社报道称，普京驾车在城市内的多个地区查看情况，并与当地市民交谈。同时，普京还对海岸线进行了视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普京首次造访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呢，也是经过相当惨烈的作战之后，夺取的一个城市。那么它自身呢，在整个的冲突之中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的环境来讲呢，马里乌波尔对于控制黑海，那么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说俄罗斯方面需要通过在这个时间去宣传马里乌波尔的相关情况，俄罗斯方面仍然有能力去取得整个行动的成功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普京来讲也是需要加油打气的一个过程。外界注意到，周六是克里米亚公投入俄9周年的日子，普京在当天驾车访问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与市长米哈伊尔·拉茨沃扎耶夫一同参观当地新建的文化和教育设施。拉茨沃扎耶夫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普京给人们带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通过视频方式向普京报告，但最后总统亲自驾驶着汽车到来了。塔斯社提到，驾车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普京着装轻松，并不像平日一样身着正装，而是身着牛仔裤和深色外套。塞瓦斯托波尔，那么它的重要性应该来讲，在最近俄乌的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高。对于黑海来讲，那么塞瓦斯托波尔呢是黑海舰队的母港。而之前我们也看到，在黑海上空出现了美俄之间围绕着美国的无人机发生的空中危险接近事件。那么怎么样在我们说多方的威胁来临的情况之下，能够保证克里米亚，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的安全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课题，那么当然也是需要普京亲自出来去过问。此外，波兰总统杜达16号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向乌军移交4架米格29战机，而移交的总数将达到10架。这将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机。杜达还透露，波兰空军将采购韩国制造的 FA50战斗机和美国制造的 F35战斗机。另据德国电视2台报道，由于波兰空军部分米格29来自德国，目前还不清楚其中哪些将被移交给乌克兰。斯洛伐克政府也紧随波兰，承诺将向乌克兰移交13架米格29战机。斯洛伐克政府表示，相关决定与盟国进行了周密协调。该国防长亚罗斯拉夫·纳德还透露，作为补偿，欧盟将拨款2亿欧元的资金，以便为斯军从美国采购总额7亿欧元的武器。观察指出，东欧国家正寻求以这种方式进行武器更新换代，但这将令这些国家的武器供应越发依赖美国。米格29首次服役是在1982年，由于性能早已落后，北约承诺将对这些旧战机进行技术改造，其能够挂载和发射 AIM-120空导弹。另据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米格29战机曾于1997年起在以色列秘密服役，被用于安排与西方战机对抗，寻找弱点。据当时参加任务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表示，米格29战机在近距离缠斗以及自动化水平方面具有优势。同时，这款战机可靠性较高，很少出现故障，维修成本低，不像美制战机那么精致难修。这些战机的被送到乌克兰方面，会对乌克兰的空中力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说特别军事行动到现在，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么考虑到它有限的人员，如果说能够获得比较熟悉的苏制战机的话，那么当然很有可能会很快的投入作战。而且波兰跟斯洛伐克的米格29呢，其实也接受了一些北约项的升级。那么一定程度上呢，可能可以更好的去使用北约的情报体系，包括我们说这种弹药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得乌克兰方面的空中力量得到一个提升。但乌军想要的是美制 F-16战机。近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在波兰宣布向乌克兰转让部分米格29战机后，乌克兰军方对其效果表示怀疑，称他们欢迎这些老旧的战机，但他们的到来对乌军的帮助有限。乌军希望得到更为现代化的美制战机。报道指出，尽管乌克兰继续要求获得美制战机，但却遭到了白宫的拒绝。